阿花盯着小倩的行李箱，手心全是汗。趁人不备，他把钱包塞了进去。抓小偷！一声尖叫，全场女工围堵宿舍。警察却一阵冷笑：“栽赃的就是你吧？”阿花瘫坐在地上，胡小虎一把搂住了发抖的小倩。1990年6月28号这一天，工厂来了一个人，令全场女工都很兴奋。最为动心的是厂里最漂亮的2名女工，一个叫阿花，一个叫小倩。阿花和小倩是同乡，一个村的，当初是一起来到的这家工厂打工，住在同一间宿舍。从表面上看，阿花和小倩是最要好的朋友，而实际上呢，阿花只是为了利用小倩，经常占小倩的便宜。时间久了，小倩心里自然也不是很舒服，但是一想到阿花是自己的老乡，按照村子里的辈分，自己还得管阿花叫一声姑姑呢，她也就不计较这些了。今天工厂里新来的这个人是帅哥胡小虎，阿花和小倩都很喜欢胡小虎，小倩呢，也就只是暗自喜欢，从表面上却不敢有任何的行动。而阿花就不一样了，她虽然也喜欢胡小虎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她是看中了胡小虎的身份。除了阿花之外，所有的工人都不知道胡小虎其实是老板的儿子。为了熟悉工厂的情况，大学毕业之后，这是故意隐瞒了真实身份，到车间里要从普通工人做起。那么阿花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前几天他路过经理办公室，偷听到了总经理和人事部主任的对话。当晚阿花就想好了，自己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嫁个有钱人家，改变命运。等老板儿子来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搞到手。阿花行动力真强，心眼子也够多的，每天都注意观察胡小虎。这一天终于等到了机会，胡小虎去上厕所，估计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阿花也出了车间，朝厕所方向走。不过他可不是去上厕所，走到半路上的时候，果然胡小虎从男厕所出来了，1步、2步、5步。等到胡小虎距离阿花不到10步远的时候，这阿花也够狠的，脚下一扭，哎呀一声，原地摔倒。这一连串动作做的呀，够个优秀演员的水平。胡小虎见有人摔倒，马上冲上前来扶起了阿花。怎么样，摔伤了没有？阿花呲牙咧嘴，也的确挺疼的，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脚脖子，我的脚崴了，很疼。说着话，阿花装作站立不稳，一只脚着地，双手顺势搂住了胡小虎的脖子。胡小虎脸一红，赶紧推开了阿花的手，猫腰低头，伸手掀开阿花的裤脚一看，哎呀，还真是，这雪白的脚脖子似乎有些肿胀。来，我扶着你去门诊看病。胡小虎搀扶着阿花到工厂外面的门诊部，把她交给医生之后，就直接回去继续上班了。胡小虎边走边回想刚才的情景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有些发烧。因为刚才阿花抱住胡小虎的时候，整个胸口全都贴在了小虎的身上，让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免有些慌乱。胡小虎很快收住了自己的心猿意马，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与自己一个班组的女工，美丽恬静的小倩姑娘。这次事情之后，阿花总是有意的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就向胡小虎投去火辣的目光。胡小虎则是故意躲避，装作没看见。阿花见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厂里的洗澡堂男女两边，中间的隔断墙高度不到屋顶，
因此两边说话的声音是互相可以听到的。这一天，胡小虎倒班之后独自洗淋浴，阿花一看机会来了，趁着整个浴室都没有人，他钻进了女浴室，故意将手卡在水管与墙壁之间，然后朝着男浴室大喊：谁在隔壁呀？快来救救我，手卡住了。胡小虎在隔壁马上回答：你别慌，我去车间喊人。来不及了，晚了我这手恐怕就保不住了。胡小虎不明白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赶忙到更衣室穿好衣服，双手举着一个大浴巾，尽量遮挡着自己的视线，不看呼救的阿花。走近之后，先把大浴巾给阿花披在身上，一看情况并不严重，用香皂搓出泡沫之后，涂抹在阿花的手腕上，很快就把她的手抽出来了，然后扭头就走，全程都没有看阿花一眼。阿花又一次没能得逞，垂头丧气地回了宿舍，发现小倩正在听着复读机，看着书，自学外语呢。小倩，你一个打工妹学哪门子外语呀？没等小倩回答，宿舍门外传来了几下有节奏的拍手声，原来是暗号。小倩迅速收好书本和复读机，推门走出宿舍，跟一个男孩子一起出去看电影去了。阿花一看背影，可气坏了，把小倩约走的人啊，正是那老板的儿子。阿花两次勾引都没有得手的胡小虎，哈哈，我说怎么小虎总是躲着我呢？原来被你这小妮子给捷足先登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得采取行动。阿花找到了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阿三，请阿三帮忙搞臭小倩，好让胡小虎离开小倩。阿三一拍胸脯：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不过今晚你就别走了啊！隔了一天，小倩正在车间工作呢，门卫说有人找她，到厂门口一看，有两个男青年，不认识，其中一个染着黄头发，另一个是光头。没等小倩开口问，这黄毛和光头就争执了起来，都说自己是小倩的男朋友，让小倩选到底爱谁。小倩是又羞又恼又生气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一吵一闹，周围就围了不少的人，最后小倩哭了，转身就跑回了宿舍。这黄毛和光头不依不饶，对着周围的人说小倩脚踩两只船，把他俩都给骗了。有人就喊了一声：好，那我去打电话报警，让警察来给你们解决。一听有人要报警，黄毛和光头立马就害怕了，扭头就溜了。原来喊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胡小虎。胡小虎认出来了，这俩人是自己的小学同学，现在都是社会上的小混混。黄毛叫阿三，那光头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可以肯定，这俩人啊，就是故意来给小倩栽赃的。小倩天天待在工厂里边，怎么可能认识他俩呢？阿花的阴谋再次落空，他也真有点无能为力了，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不过阿花并没有死心，一直等待时机，还是要破坏掉小倩和胡小虎的恋情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春节快到了，马上就要放年假了。阿花眼珠一转，又心生一计。趁着小倩加班的时候，阿花偷偷把自己的钱包放进了小倩的行李箱里，然后忽然哭喊起来，说自己的钱包丢了，里面装着刚领的工资。大伙问他带着钱包都去过哪里，我哪儿也没去，上午领完工资就把钱包放在枕头底下了，
只是中午去食堂吃完饭，又洗了个澡，回来打算收拾回家的行李，就发现钱包没了。这很明显，作案的小偷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本厂人员，甚至可以说大概就出不了他们宿舍之外，而他们宿舍的其他人离家都比较远，昨天已经陆续回家过年去了，就剩下了阿花和小倩2个人。那么唯一的最大嫌疑人只有小倩了。为了自证清白，小倩主动让保安来搜查，结果在小倩的皮箱里找到了阿花丢失的钱包，里边装着阿花的身份证以及刚发的1个月工资。哎呀，小倩，真没想到咱俩关系这么好，你竟然是个小偷。小倩急得都要哭了。没有，阿花，我绝对不是那种人，一定是误会了。可围观的其他打工妹都觉得铁证如山，一定是小倩偷了阿花的钱包。有说应该把小倩开除的，有的说得把她送去派出所。胡小虎闻讯赶到，分开人群一问，听明白来龙去脉之后，心头一动，心想小倩你怎么能偷别人的钱包呢？可马上他又一转念，觉得小倩绝对不是那样的人，于是胡小虎不慌不忙就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，不到1个小时便破案了。阿花是上午10点钟领的工资，下午3点多钟发现钱包不见的，而在这期间，小倩一直在车间干活，只是中午去食堂吃饭，另外上了1次厕所，身边都有同伴，足以说明小倩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。在事实面前，阿花只得承认了自己想要诬陷小倩的行为。为了给阿花一个教训，警方罚了他3000块钱，而工厂这边呢，胡老板也不能留着他了，将阿花开除出厂。2年之后，小倩嫁给了沉稳能干的胡小虎，成为了小虎的贤内助，夫妻恩爱，夫唱妇随。